Hello，大家最近过得都好吗？现在呢，蒙特利尔的天气开始变得越来越温暖了。然后呢，我种的牛油果也开始有了一点起色，这是我的牛油果们。我在这里说牛油果们，其实是一种比较幽默俏皮的说法。我是想表达，我不只有一个牛油果。最近呢，我刚结束了一段关系，但是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不会跟你讨论我的故事。嗯，之前我也在视频里面有提到过我的性格。我的个性呢是属于不太愿意，在公共场合分享太多的隐私。那我自己在 YouTube 上面看法语视频的时候，我会发现有很多 YouTuber 他们会拍摄自己一天的生活情况，或者是拍摄自己的房间，然后一些装饰细节等等。不知道这样的视频是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？我确实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建议我这样做。然后呢，我不太知道，因为对于我来讲，可能这样做有一点点困难，因为这真的不是我的性格。然后呢，我的朋友也提醒我说，你要记得在你的视频里面要跟大家讲，请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好多次都会忘记。但是今天总算是想起来了，就是请记得给我点赞，然后关注我的视频，谢谢你们。对不起，扯得有一点远。回到今天的正题，我说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关系，但是呢，我自己觉得我的状态还不算太糟糕。不过我仍然到网上去查了一些资料，就比如说，如何从一段破碎的关系当中走出来，如何快速的忘记前任之类的。然后我会发现有很多人在失恋以后，往往会选择让自己忙起来。他们会用工作或者其他的活动来填满自己的生活。让自己呢不去想一些不开心的事情。甚至于有些人他们会在家人和朋友面前，装得像一个没事儿人一样。就好像这段关系的破裂对他们来说，没有什么影响，或者影响并不太大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不是最明智的做法。因为当你失恋以后呢，你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，比如说失望、痛苦、悲伤、愤怒，或者是觉得自己被背叛。那有些人呢，还会出现非常严重的自我否定的情绪，就好像他们会觉得，这段关系的失去，这段关系的破裂，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，或者是自己本身就不够好。那么，当你有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，你让自己非常的忙碌，你不停的工作，你不停的去参加一些活动，这些事情呢，可能可以暂时的掩盖你的负面情绪，但是这就好像。你有这些负面情绪，然后你把这些负面情绪埋到土里，你看不见它们，但是呢，它们始终还是存在的。我觉得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看见自己的情绪，并且承认自己的情绪。你可以对自己说，我失恋了，然后我现在觉得很悲伤，这些悲伤的情绪它是真实存在的。这并没有什么奇怪。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当他们遇到相同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感受。并且我知道，这样的情绪可能会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们并不会马上就消失。因为只有当你接受和承认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呢，才是疗愈的开始。
那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time heals all wounds。如果你想翻译成中文的话，就可以翻译成时间可以治愈一切，或者时间可以抚平一切的伤痕。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道理，但是不完全正确。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个心理学家，他分享的一个叫哀伤理论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而且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。他是这样说的：当我们遭遇到生活的变故，比如说失恋，或者是失去你的至亲好友等等。你都会感觉到一种疼痛，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疼痛。那这就好比你把一个球装在一个盒子里，就像这样，就是当你刚刚遭遇这些变故的时候呢，这个球是非常大的，然后在这个盒子里呢，有一个按钮，这个按钮我们称为疼痛按钮。那刚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球非常大。它不停地撞击这个按钮，每一次撞击的时候，你都觉得非常的疼，因为球很大，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球不撞到这个按钮。当你稍微移动这个盒子的时候，这个球就非常容易地撞到了这个按钮。但是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这个球会慢慢的变小，就像这样，这个球变得这样小，但是那个按钮，那个疼痛按钮还在，所以呢，你会觉得这个时候它这个球撞击这个按钮的次数呢，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了。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好像恢复了正常，但是在不经意间，这个球仍然会撞击这个按钮。当它撞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，你的感受和当初是一样的，还是会非常非常的疼。那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个球是不会消失的，可能这个球会伴随你一生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时间不一定能治愈一切，就是可能很多人他会带着伤痛过完这一生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所有内容。我希望今天的视频可以让大家学到更多的词汇，并且锻炼到大家的听力。同时呢，我也希望大家生活中的伤痛可以不要那么多，并且大家都有能力从伤痛中快速的走出来。